大家好，我是独立开发者 Fox。今天我要录制一个 MakeSAS 模板相关的视频教程，这是我做的视频大纲。首先会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提一下视频观看的须知以及购买模板的须知，然后再介绍一下 MakeSAS 这个模板，然后就开始动手，我们开始拉取代码、配置环境，然后部署上线。然后就是那个如何对网站进行一个定制，以及其他功能的一些介绍。OK，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 Make Directories 和 MakeSAS 模板的作者。我是2024年，也就是去年3月份的时候开始接触独立开发。我主要是专注于前沿的全站开发技术以及产品出海。你可以关注我的中文推特或者是小红书的这个账号，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分享跟开发技术相关的一些新的东西，或者呢是 Make Directories 或者 MakeSAS 模板的一些开发进展。我目前是在国内某 Top 3的大厂在职，任高级软件开发工程师，目前也是30多岁，一个奶爸。白天的话主要在公司搬砖，晚上回到家之后就利用业余时间搞一搞独立开发，这个属于个人兴趣爱好吧，主要是想把这个时间也利用起来。然后从去年到现在的话，也开源了一些网站，比如说海棠诗社以及独立开发者导航站，这两个都是旧版本的。新版本的海棠诗社已经用 MakeSAS 模板进行了重构。然后我的人生信念的话，主要有2点吧。在行动上的话，我比较坚持脚踏实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也就是说，就是必须得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在心态上的话，就跟我在工作上、职场上也类似，戒骄戒躁。因为我在职场上的话，也是属于那种晋级比较慢的，但其实我也不是很着急，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视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演讲吧，它大概的主题就是说，属于我的时刻，它不是不来，只要你努力的话，它终将会到来，它只是比别人慢一点而已。然后我在去年的时候给自己的独立开发定了一个目标，也就要赚到10万美刀，目前的话已经大概完成了一半。然后这是我的博客，主要是不定期的分享一些独立开发的一些经验和心得。比较火的主要是那个这几篇文章，像我是国内比较早的普及 Dogploy 部署工具的一个人，然后还有也是国内第一个写了 Cream 注册教程的人，就是一个新的海外支付平台。然后我今年开始也维护了一个 Discord 的社群，它是公开而且免费的。它除了提供 Make Directories 和 MakeSAS 模板的购前咨询和售后技术支持的服务之外呢，每天还会分享一些跟独立开发有关的一些技术实用的工具，或者是一些新的技术。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我的分享，只要我发现的比较好的有用的东西，我都会在这个社群里面跟大家分享。目前社群已经有1500多人了。除此之外，你可以在社群里面看到我的代码的提交记录，也就是说模板的话一旦有提交的话，你就可以收到通知，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模板基本上我每天都在更新。我目前的产品的话主要有2个，一个是导航站模板 Make Directories， 它应该算是目前最好的内置了AI 功能的导航站模板。它是去年10月份上线的，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有260多个客户了，总共上线了100多个导航站。
你可以在这个 showcase 里面看，这个链接给错了，这里你可以在这个真实案例里面看到所有的客户上线的导航站，这个真的全部都是客户上线的，没有任何作假，已经有100多个了。这个产品上线之后呢，一直好评如潮，很多的客户凭借这个模板开发上线了很多个导航站，也挣到了自己的出海的第一桶金。比如说 Justin 最近分享的这一个，你看他基本上每隔几天就能有一单收入了，9.9美刀。其实 Make Directory 的售价也就几十美刀，所以很快就可以回本。Justin 的话也是非常擅长做导航站，他的2个 Template 0和 Bot 0这种0系列的导航站都做得非常的好，可以去关注一下他，学习一下如何运营这个导航站的。第3点呢，就是如果你购买了 Make Directory 的模板的话，你获取的其实不只是1个代码库，而是3个代码库。就是说，除了这个模板之外，还有2个真实的我自己上线的那个导航站，像这个 India Hub 导航站，以及这个 Boilerplate Hunt 这个导航站，这2个导航站的源码你也拥有。我的第2个核心产品的话，也就是今年4月份上线的 SaaS 模板，Make SaaS。那目前已经有120多个客户，总共上线了10多个网站。你刚刚也可以在 Discord， 谁都可以免费进入到这个 Discord 群，你可以看到这个模板每天还在保持更新，你可以在群里面了解到项目的开发的进展。同时你购买了 Make SaaS 模板，获取的也不只是1个代码库，而是5个代码仓库。第一个呢是这个模板，第2个呢是我基于这个模板开发的博客的一个网站，也就是刚刚的我的那个个人博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棠诗社，我刚刚提到过，就是一个中华古诗词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也使用 Make SaaS 模板进行了重构，然后在 Cloudflare Work 上进行了部署。除了这个的话，还有推上的议会大佬基于 Make SaaS 模板开发的一个 AI 试衣的一个网站，你也可以拥有到它的所有的源码，以及配到的那个议会制作的对应的 YouTube 的视频，详细介绍了整个模板整个网站是如何从零，然后利用 AI 工具然后开发出来的。第5个的话是还在开发当中，将来会是也是一个基于 Make SaaS 模板的一个工具型的网站，到时候客户也会拥有源码。我被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Make Directories 和 Make SaaS 2个模板有什么区别？首先 Make Directories 的模板的话，它是专注于导航站。如果你按照文档或者视频把那个环境变量都配置好了之后，你就可以部署上线。上线第1天你就可以算是真正的就上站了，因为你后面的数据其实可以通过 AI 提交的功能慢慢添加就可以了。但是 Make SaaS 模板的话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通用型的一个 SaaS 模板，它适用于各种网站，AI 的 SaaS 工具站、导航站、博客都适用。但是呢，你的核心功能是需要开发的，比如说刚刚议会大佬做的那个 AI 试衣的那个网站， AI 试衣的这个核心功能是要额外开发的。然后如果是拿 Make SaaS 模板做一个导航站，导航站的那个核心功能，像什么产品提交啊，或者是陈列所有的产品啊，这些逻辑也是需要额外开发的。SaaS 模板它是不提供这些能力，但是呢，它把其他的一些所有的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全给你做好了，支付啊、国际化啊、注册登录啊，全部都已经做好了。目前的话，确实我的核心产品都是模板，好像也没看到我做了什么其他的一些亮眼的产品。不过别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将来我会用 Make SaaS 模板开发上线更多的产品。比如说，我计划当中有一个是 Make SaaS.app，
是一个超级工具站，the all-in-one platform to make your SaaS to success。它会包含你从想法到开发上线到营销你的 SaaS 的整个流程。希望今年能上线吧。下面我们看一下观看视频的须知和购买模板的须知。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声明一下，就是这个视频是在 YouTube 上的哈，它视频播放的过程是有广告，这个广告是 YouTube 这个平台给设置的广告，并不是我开启了广告想要从视频广告中受益，这显然不是，因为我的核心目的是要销售我的模板，我没有必要挣取这个少量的广告收益。所以不要因为这个视频的广告而在评论区骂我，没有意义，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如果你实在是不想看广告的话，有2个方案。第一个呢是 YouTube 视频会员是会有1个月的免费试用期，你可以考虑试用，然后利用这个试用期呢把这个视频看完。第二个呢是用视频下载工具，先把 YouTube 视频给下载下来，然后在本地进行观看。第二个问题是要解释一下视频为什么会这么长。首先呢，因为我的客户呢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大家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讲的很粗的话，就大概讲一下，那么我会遗漏很多的细节，很多初学者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这就是为什么 Make Directories 模板的中文视频播放列表它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初学者系列，一个是有开发经验的那个系列。但是因为录了2个系列，导致我当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 Make SaaS 这一次的话，我就直接录制一个长一点的，我尽可能把一些细节都给讲到，但也尽可能避免，所以我列了大纲，视频大纲，也是为了尽量避免我自己啰里啰嗦。如果你实在还是觉得啰里啰嗦的话，你可以考虑视频快进，但是这个视频很长，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要考虑到更多的人。然后呢，如果你是一个编程的初学者的话，比较建议的是多花点时间，你分批次把这个视频完整的看完，不要跳着看，因为很多步骤的话，可能我说快了，你可能就没理解，或者是操作我一快了，你可能一留神就没有看到，就漏掉了这个操作，到时候你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如果你是有一定的编程经验的话，我也建议花点时间认真的看完，你可以跳着看，可以快进的看，这都 OK。因为模板我是最熟悉的，它里面我设计了很多的一些细节，你可能并不一定知道，这些功能只有我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或许可以在你开发的过程当中节省你的一些时间。比如说像那个注册登录的时候有那个 Cloudflare 的那个验证，如果你没有看文档也没有看视频的话，你可能并不知道有这么个功能，因为默认这个功能是关闭的。但如果你突然想到了哪一天你需要有这个功能，结果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开发这个功能，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功能只需要你做一个简单的配置就能开启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建议即使你有经验的话，开发经验的话，也建议把这个视频看完。OK， 第3个呢，就是想对那个已经购买了 Make SaaS 模板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如果你遇到的问题怎么办。首先先静下心来，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看到了错误就很担心很怕，怎么办很着急，不用着急。首先第一步的话，你先去看一下文档，文档的话是中文英文都是有的，然后文档也是支持搜索功能的，所以文档其实已经写的非常的详细，从环境变量到整个网站的配置，到如何的部署，以及各个功能模块如何进行集成，甚至每个功能模块里面它是如何实现的，涉及到了哪些文件，哪些核心的方法接口都有列举，所以这个文档是非常详细的，你遇到问题都可以在这里面首先可以去进行一个搜索。比如你登录遇到的问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身份认证的那个你看它其实有搜索到很多的一些结果，对吧？有可能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你谷歌登录失败了，
它一下就可以跳到这里来，就是说你如果本地开发的时候谷歌登录失败了，我会提醒你，你检查一下你梯子是否正常，确保你开启了 Tune 模式，对吧？所以一定要善用文档。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建议严格按照这个视频进行操作。你可以先尝试着吧，按照我这个视频的操作进行一个复制，粘贴一样的，就是完全按照我的操作来做，甚至名字你都按照我的来。这样的话，你成功了一次之后，你就有了感觉，有了感觉之后，你将来再做其他的自定义的操作，你就没有什么问题。不要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端口它就是默认就3000，你上来你非要改成3001，那到时候你遇到了其他的问题就很难查，知道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问 AI，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我在 Discord 群收到的反馈的话，很多人都没有问 AI。如果你问 AI 的话，是肯定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的。为什么？因为整个模板的代码库里面有这个就是 Mixas 模板，比如说 Cursor 吧，它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这个 Cursor rules， 包括整个项目的结构、开发的流程，以及说各个一些核心的一些模块，比如说支付模块会有 README 的文档，详细的一些接口，存储模块，对吧？邮件模块，我都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代码结构，以及如何使用接口定义相关的组件，以及如何添加自己的实现等等，就是它的那个代码里面的文档是非常的多的。如果你用 AI 去问的话，比如说 Cursor 的话，它不可能不给你一个正确的答案的，这是不可能的。以及如果你按照我的文档进行操作的话，在 IDE 里面设置了把这些文档、这些 Mixas 模板依赖的一些文档，甚至包括说 Mixas 的模板的文档添加到 Cursor 的文档的这个配置当中的话，它肯定知道你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OK， 第四个呢，就是如果你前面都做了，你发现确实还是解决不了，那么你可以尝试在这个演示的这个站点里面去复现这个问题。这个是基于 Mixas 模板做的一个演示的站点，也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模板配置好环境，你得到的网站大概就长这个样子。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进行复现，如果这个问题确实能稳定复现的话，你就可以确认这个问题其实是模板的问题，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 Discord 群里面找我咨询。咱们这个 Discord 群里面，像那个 Mixas 的这个社区里面有购前的咨询，就是你还没有买模板，你可以提出你的需求，我可以向我咨询是否适合使用 Mixas 模板来做。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会直接说的，不会骗你的。然后呢，如果你是买完了之后发现了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这个购后交流里面提出你的问题，然后我会及时的去给你一个答复。但前提的话，你一定得是先经过了上面3个操作。OK， 也就是说你不要上来就直接拿着 Cursor 或者 Cloud Code 进行 Web Coding， 不看文档也不看视频也不问 AI 就操作，然后遇到问题就很着急，然后在 Discord 群里面说报错了，然后这种情况下我真的很难解答。OK， 然后第4个呢是给编程初学者们的一些推荐的一些入门资料。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发现也有一些朋友是已经购买了，或者是想购买 Mixas 模板的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一个编程的初学者。这时候你先别着急，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一定得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就是该学的基础知识，我们一定得学。就是说 ，Mixas 模板它是基于 Next.js 的一个全站的开发的一个模板，所以 Next.js 的入门教程是非常建议一定要去读一下的。这个是 Warsaw 自己出的一个 Next.js 的教程，写的是非常的好，由简入深。然后它这个教程
教程的前面他会提一下，建议呢你看一下 React 的这个教程，所以说我先列的这个是 React 的一个入门的教程，所以你先看这个，看完了这个再看这个，这个两个都看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去看一些其他的一些工具库的一些文档，因为这两个只是最核心的最基础的全站开发框架，那你网站的话要操作数据库，可能会用到 Drizzle， 要完成用户的注册登录，你可能会用到 Petals， 因为这个两个是那个 Mixas 模板的这个技术站的选型，所以会建议你去读一下他们的文档，然后呢，甚至呢，我建议去读一下 Coso 的文档。对，没错，我 Coso 的文档我也读，就是这是为什么？就是你每天拿着它用，如果你都不知道如何发挥它最大的作用的话，就是你相当于你其实就是内功不够，你拿着 Coso 这种屠龙宝刀倚天剑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你总能看到推上有人说这个不好用，那个不好用 ，Coso 怎么难用，那个 Cloud Code 怎么难用，其实都不是，他可能其实没有好好的学会这个东西到底应该如何发挥它最大的作用。第四个呢，就是说，你有了这些基础了之后呢，你搭配着模板也好，或者其他开源项目也好，配合这个 AI 助手，你边学边做，你不懂就问 AI， 你不懂，甚至小到一个 CSS 的样式，你不懂你就直接问他这种问题他回答的我从去年开始做独立开发，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每天就在问这个 CS 的样式是什么意思 ，CS 样是什么意思。那个前期的话，大量的时间基本上都在纠结每个 CS 样式是什么含义，对吧？因为其实我本身不是搞前端开发的，对，但是你要是后台的一些逻辑性相关的一些功能性相关的话，那个我就很熟悉了。总之建议的是，总之给大家建议就是，一定要，如果是下定了决心要搞独立开发，上线一个网站出海挣钱的话，这个是没有捷径的，一定要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你实际上是跟全世界的那些开发者一起同台竞争，他们不会，就是确实有些人在那个推上进行 web coding 嘛，但是那个是挣不到钱的，或者只能挣一点少量的钱，那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真的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 SaaS 产品的话，前面的这些东西你一定得掌握，因为你只有熟练掌握了之后，你才能开发一个真正好用的解决用户需求的一个网站。OK，总之这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跟大家共勉。